齐元又发现了一点什么，仰头看去，又是一副呆滞的模样。原本应该在此地的灵狐，此刻竟然飘在空中。有人用大法力做了一个大号的透明鱼缸，其内一群群灵鱼，一只只温和的灵兽正慢悠悠地逛荡着。阳光透过这一片水幕，让这一切如梦似幻。而在湖泊原本的位置，山体被划开，暴露出了层层山岩石，以及岩层下方那整齐排列的一堆堆灵石，一座座闪烁氤氲灵光的阵基。那十几道身影，就是在灵石与阵基之中来回穿梭，不断忙碌。齐元老道的仙识探查过去，整个人都明显有着石化的痕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小琼峰原来是由灵石构成的，我咋不知道？不，这是幻境，绝对是心魔幻境。哎呦！齐元老道一阵哆嗦，刚要走出草屋探究个明白，就见灵娥抱着一只装饰用的玉树从远处飘来。师父，你醒了。10师叔跟9师叔回破天峰了，您现在要去找他们还有些麻烦呢。齐元老道哆嗦了一下，浮尘在微微轻颤，嗓音毅然：灵娥呀，你师兄这是？师兄在做一点点的身体改造啊，师父您别怕，这些都是师兄设计的大阵，保护咱们的。灵娥昂首挺胸，一本正经地喊道：为了以后能住得舒心，防备敌人侵犯，守护咱们小琼峰和谐美好的明天。齐元皱眉，搞这么大动静，这么多灵石宝材，门内知道吗？啊！师父放心。灵娥用仙力托住玉树，在袖中拿出了2张卷轴，轻轻抖开。当当当，师兄搞来的，掌门特许令，百凡殿准见。齐元老道张张嘴，仔细地看了看这2份文件，也是松了一口气。可是灵娥，咱们峰上哪来的这么多宝材，哪来的这么多灵石？师兄在外面东奔西走，到处去卖，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。卖？齐元不由大惊。对啊，卖丹药，卖灵兽。灵娥纤纤玉指一根根竖起，有时候还要给一些洪荒前辈卖力气。哎呀，师父不用担心，您先闭关休息，再有半个月，咱们小琼峰就能完全改好啦。齐元踏出草屋，环顾各处，李长寿的一具指道人在远处做了一个道揖，刚要飞过来解释几句，齐元老道已是摆了摆手，转身回了草屋中。你们弄，为师这就继续修行。这或许是发了梦，再闭关一会儿，应该就没事了。发了梦。低喃声中，草湖门缓缓关上。齐元老道回了自己的蒲团，盘腿坐下，微微叹了一口气，又不断地放出仙石，收回仙石，如此往复。于是1个月后，齐元老道缓缓睁开双眼，再次从入定中醒转，因为挂念着小琼峰的变化，来不及起身，就全力放出仙石。之前真是做梦，草屋之外那片小湖似乎还是那片小湖，小琼峰的低矮山头也回来了，各处的山林还是原本那般。不对，山林有些不对劲儿，林子比以前密了许多。且就一名拙仙的直观感受，自家这小破峰此时的灵气，这也太多了。推门而出，齐元老道眺望着各处。我在此地修行1000多年，此时竟然看不出任何异常，仿佛一切都是如此自然，本就是这般。将仙石探入山体，
先是探查竟然毫无阻碍，各处都是普通的山岩地层。怎么回事？师傅，都是一些障眼法。李长寿的嗓音在旁边传来，他从侧旁草屋走出，对着齐元老道做了一个道揖。齐元老道低声问：长寿都布置完了？李长寿笑着颔首，将一枚玉符捧给师傅。师傅，这里面有误入迷阵之后的自救办法，您先收好。且这枚玉符也是一件法宝，能够阻碍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偷听您的心神，您务必随身带着。齐元皱眉：你这孩子有这么多灵石宝材，怎么不献给门内一些啊？都埋起来做甚？还有咱们小琼峰就师徒3个，你师祖还搬去破天峰了，搞这么多阵法和障眼法做什么？若是山门大阵被攻破了，咱们小琼峰这阵法再多又有啥用啊？真要有山门被攻破的情形，或许凭此时的小琼峰还真有可能力挽狂澜，再不济也能带着一部分同门战略撤离。为防被师父说教，李长寿笑着岔开话题：师父，您今天刚好出关，不如就去天庭走上一遭，领一个山神土地的神位，在天庭挂个名，得些功德。也好。这要为师准备什么？齐元老道此前就已经答应了李长寿这般安排，此时听李长寿提起，并未抗拒。您什么都不用准备，弟子已经安排好了，您只需要点个头，到时候在天庭抱上自身跟脚就可以。其实就是去登个记。那为师去换一身衣物。齐元如此道了一句，转身匆匆回了屋内。李长寿见状也是一笑，先是看了眼在棋牌室中嬉闹的师祖、师叔、师妹，略微摇头。师祖和师叔都没有寿元压力，也不急着安排。片刻之后，换了一身湛蓝绸面道袍的齐元老道竖起了规范的道箍，端着拂尘，踩着布鞋，也有点世外谪仙风范。长寿，来看，为师这般怎样？李长寿竖起大拇指：涛声依旧，不减当年。莫要逞强为难，师父得不得功德都无事啊。师父放心，弟子自有把握。当下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给了齐元老道一只玉符，这一具化身也变作了纸人，钻入了齐元老道袖口。李长寿道：师父且去山门，往东面飞，弟子已经在外等候了。齐元老道依言而行，看脸山后新增的那一片竹林，以及竹林中修行的九羽狮，驾云赶去了山门处。出得山门，朝着东天门的方向飞了一阵，就见云上飞来一位中年道者。齐元老道顿生警惕，浑身紧绷。师父，是我。这中年道者与齐元袖中的纸人同时开口，齐元老道这才是松了一口气。李长寿向前，主动邀师父踩上自己的云朵，继续驾云朝着东天门而去。路上，李长寿叮嘱：师父，弟子这一具化身的身份是咱们人教的小法师，您以后若是遇到什么危险，就报这个名号。齐元皱眉：你这名号怎得这般怪异？咱们人教大法师乃是天地间有数的大能巨擘，你这外号岂非故意沾光？这个名号就是大法师给的，方便弟子为咱们人教做事。齐元不由一愣：师父，您不必担心，与您若是说的太多了，反而会影响您的心境。师父只需要知道，弟子如今已能够照顾好您与师妹。师父，接下来恕弟子不敬，您我以道友互称，若您跟弟子的关系暴露，恐怕会为师父招来祸事。齐元皱眉点头，有些欲言又止，一直快飞到东天门，
齐元老道才传声道：“道友啊。”“您说。”“没有人教，就没有咱们山门，也就没有咱们的修行道果。你能为人教奔波操劳，为师深感欣慰。切记，不可贪图小利，耽误教内大事。其他师父也不知该如何叮嘱你，且照顾好自己。”“弟子遵命。”东天门在望，齐元老道也放下了各类心事，远远地欣赏着那壮阔的天门。看到了那一群群严阵以待的天兵，数万天兵的气息互相勾连，其威势不亚于数十位金仙联手散发出的威压。齐元老道面色有些苍白，低声道：“这天庭天威竟如此之重。”“啊，现在是较为特殊的情形，各地有妖魔作乱。道友有所不知，数月之前有上古妖族汇聚数十万妖兵，众多妖族高手来挑衅天庭。天庭玉帝陛下发兵30万，将那些妖族强行镇压。而后整个妖族都不安分起来，据说还有一群老妖跑去圣母宫外哭诉。道友，您猜怎么着？”“怎着？”“那位大慈大德的圣人娘娘派出几位仙子，将那些老妖吊起来打了一顿，告诫他们莫要与天庭相抗。这数个月以来，虽然各地妖族不服，但天庭威望大涨，来投者甚众。此时道友去天庭混一些功德，最是合乎情理了。”“齐元点点头，对这些他虽然不懂，但是听李长寿说的带劲，也觉得十分的有趣。说话之间，他们已经到了东天门，立刻有天将向前问两人从何处而来，来天庭作甚。齐元老道看着高悬于白玉石门上方的天地剑，元神有些瑟瑟发抖，来走后门有点心虚啊。李长寿向前应答几句，就折返了回来，与师父在东天门一同等候。有天将匆匆赶往了水神府。不多时，一位灵秀少女驾云而来，众天兵天将齐齐低头行礼，口称殿下。李长寿向前拱拱手，笑道：“啊，殿下怎么出来了？”来的却是龙吉。龙吉笑道：“我正在老师这里上课，带老师走一趟。哪位是齐元道友？请随我来吧。”齐元看了眼旁边的小法师，有些晕晕乎乎的，向前对着龙吉做了一个道揖。早已经天仙境的龙吉素手轻摇，一朵白云出现在了齐元脚底，拖着他入了东天门中。而后龙吉对小法师眨眨眼，后者微微一笑，驾云转身离去。此举自是李长寿有意而为，其内有着诸多的考量，最大的作用就是故意将自己的一些破绽、一些弱点放给玉帝掌握。先不谈李长寿如今与玉帝的交情如何，就说单纯的天地与全神的关系。今日过后，就算是玉帝无法确定齐元与水神本体之间的关系，也知晓齐元定是水神颇为重要的亲友。只要水神对天庭、对玉帝来说还有价值，玉帝就会护住齐元。齐元老道看着前方这位少女的背影，不由问道：“这位殿下？”龙吉背着小手扭头看来，又露出瑶池女仙惯用的优雅笑容，言道：“道友怎么了吗？”“您是？”“我叫龙吉，是水神大人的弟子。不过水神大人嫌我悟性太低，只会教我一些谋略之法、算计之道。道友当真好福缘，能得水神大人举荐呢。”“这个道友为何会被称为殿下？”“我父坐在凌霄殿中，为3界主宰。我母是那瑶池仙手，他们这才称我一声殿下。其实我在天界并无神职呢，只是个散仙。”“玉帝王母之女亲自带自己去走后门，
门路。齐元老道顿时有些慌。龙吉带着齐元飞了一阵，飞过几座人满为患的仙殿，省去了前面的几道程序，直接落到了通明殿前。殿内正忙碌的10多名仙神立刻被惊动，起身迎了出来。殿下，您有事尽管吩咐。龙吉在袖口取出一封书信，嗓音如若百灵轻转。这是水神举荐的一位人教炼器师，想让他做个管理一处山岳的小神。这信中一已写得明白，我只是带人送信，并无他事。通明殿今日轮值的4阶正神立刻向前将书信接过，打开仔细读了一遍，立刻面露恍然，笑道：既是水神举荐，定是人教卓仙高品性之良才啊！请齐元道友入内稍等，这般神位半日就可凝成。齐元做了一个道揖。多谢各位前辈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有仙神忙道：称道友就可，莫要称前辈。龙吉在旁笑道：那齐元道友在此地等候，我这就回去听老师讲课了。多谢殿下引路。齐元又做了一个道揖，龙吉欠身行礼，转身出了殿中，轻盈地跃上云头，驾云回返水神府。自有仙神将齐元引入通明殿，又是奉茶送仙果，又是关心问候如今修行可有什么麻烦，后续还有一系列凝神位选辖地的操作，自有仙神在旁引导，提供一站式系统化走后门服务。